曹操生擒吕布后，却在俘虏中看见了一位老熟人。这个老熟人就是陈宫，曹操曾经的谋士。曹操笑着给他打招呼：“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呐。”陈宫板着脸说：“不必多费口舌了，投降是不可能的。要杀我的话，给一句痛快话。”曹操尴尬地说道：“你死了，家中老小谁来管？”此话一出，陈宫不再硬气，他说：“都说以仁孝治国的人是不会滥杀无辜的。”曹操听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我会照顾好你的家人的，你可以安心的走了。”说完一挥手，陈宫就被压下去斩首了。陈宫为何宁死不降呢？曹操又为何要供养他的家人？今天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陈宫出生在兖州东郡，他为人刚直勇敢，不仅如此，他还很有才华。少年的时候就以才华出名了。他还喜欢与天下的豪杰交往，因此结交了很多名士，他们的关系非常好，就像铁哥们一样。192年，曹操成为东郡的太守，就招揽陈宫为谋士。陈宫也愿意为曹操效力，两人不谋而合。当时兖州的刺史刘岱在讨伐黄巾军时战死了，陈宫就规劝曹操说呀：“兖州现在没有管理者，又与朝廷失联了，我去说服兖州的官员，让他们接受你成为刺史，到时候你以兖州为根据地，成就霸王之业。”曹操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于是就点头答应了。陈宫就去见了以报信为首的兖州官员，对他们说：“现在天下这么乱，兖州没有一个管事儿的人怎么行呢？刚好曹操有能力，可以让天下都安定下来。如果你们让他成为兖州牧，那他一定能给百姓带来太平。”就这样，陈宫用他的3寸不烂之舌，成功说服了鲍信等人。经过这件事儿，曹操见识到了陈宫的厉害，同时也非常感激他。但没过多久，事情就发生了变化。当时呢，曹操还年轻气盛，动不动就使用暴力。为了整合兖州的势力，杀了很多的名士，其中就包括陈宫的好朋友边让。从此陈宫就对曹操怀恨在心。194年，曹操起兵攻打陶谦。曹操在出发前，不仅将根据地托付给好友张邈，还将家人也托付给了他。曹操对家人说：“如果我有什么不测，张邈会保护你们。”看来曹操非常信任张邈。曹操前脚刚走，陈宫觉得报仇的机会来了，于是他马上就找到了张邈。陈宫的一张嘴巴是真的会说，他对张邈说：“现在四处都不安宁，到处都涌现出英雄豪杰，你有上千里的百姓，还有战略要地，完全可以自己称霸。现在却受制于人，现在曹操不在，兖州没人镇守，而吕布骁勇善战，要是能拉拢他一起夺取兖州，见机行事，将来定能做出一番大事业。”此时陈宫已经悄悄向张邈示好了很久了，张邈比较信任他，于是张邈冒着极大的风险背叛了曹操，迎吕布为兖州牧。兖州大部分都归顺了吕布，可是没想到陈宫和吕布暗中勾结，把张邈架空了。张邈忙活了半天，最终成为了一个棋子。他后悔当初不应该背叛曹操，可就算他肠子都悔青了，也没有后悔药。吕布自知打不过曹操，就想要投降。陈宫怎么做的呢？兖州遗嘱的消息传到了徐州战场，曹操大吃一惊，于是马上撤退回来，与吕布争夺兖州。陈宫跟随吕布一起出征，结果中了埋伏，惨败。两人狼狈地逃到徐州投靠刘备。刘备屁股还没坐热，就被吕布打跑了。有了新的地盘，休养生息才是最重要的。但是陈宫就是根搅屎棍，他暗中搞一些小动作。196年，郝萌在下邳发动叛乱，他是吕布的手下，
突如其来的叛乱让吕布猝不及防，没有应对策略怎么办呢？36计走为上计，于是他带着家人逃到了高顺的营寨。高顺得知此事后，迅速带兵前往，最后成功平定。吕布问曹姓，郝萌突然造反的原因是什么？曹姓说，是袁术吹的耳边风。吕布继续问，谁是同伙？曹姓脱口而出，是陈宫。此时的陈宫正坐在吕布旁边，他的脸一下就白了，气氛变得紧张起来。但吕布有意偏袒陈宫，也就没有深究此事，陈宫才松了一口气。198年，徐州之战再次爆发，曹操的军队一路攻打到了下邳城。吕布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，他知道自己不是曹操的对手。曹操写信劝他投降，他因为害怕，所以想要开城投降。陈宫看出了吕布的想法，他怕曹操嫉恨自己，要是投降了，那自己可就惨了。于是他告诉吕布，曹操是逆贼，心狠手辣，你如果投降，一定会全族被灭。吕布因此放弃了投降的念头。陈宫又对吕布说，曹操是远征作战，肯定持续不了多久。如果你带兵驻扎在城外，我镇守城内，我们呢可以内外呼应，这样不要1个月，曹军的粮食都吃光了。等他们军心涣散，没力气的时候，我们再进行反击，轻轻松松的就能够打败他们。吕布很信任陈宫，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。正准备按计划实行时，吕布的妻子认为陈宫是要献城投降，于是他对吕布说，曹操对陈宫那么好，陈宫却背叛了他，你对陈宫的好还没有曹操好，竟然敢把城都交给他，万一他叛变，你的妻儿老小还能活着吗？吕布一听觉得有道理，于是他没有按计划实施。陈宫被擒后，为何宁死不降？曹操为何要供养他的家人？最后曹军彻底包围了下邳城，吕布成为笼中之鸟。但吕布终究是闻名天下的骁将，困兽之斗异常凶猛。曹操指挥大军攻打了1个月都没有攻破，没攻破就算了，搞得自己还死伤惨重。曹操想要撤军了，但是曹操的谋士说，吕布只是有勇，没有智谋。经过几次连续的失败，他的力量已经没剩多少了，就靠一口气撑着，坚持不了多久了。陈宫虽然有智谋，但是他随机应变的能力不够，现在是一个好时机，只要我们坚持猛攻，很快就能取得胜利了。于是曹操下定决心攻城，他开凿沟渠，水淹下邳城。又过了1个月，吕布终于顶不住了，他对着城下的曹军大喊，你们不要再逼我了，我投降还不行吗？但是旁边的陈宫宁死也不愿吃回头草，他马上说，曹操就是个逆贼，你现在投降就是茅房里打灯找死。吕布听完又开始犹豫起来了。吕布手下的部将受不了了，于是发起叛变。他们在夜里悄悄潜入吕布和陈宫的房间，还在睡梦中的2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随后他们被绑起来献给了曹操。曹操见到陈宫，马上笑着上前打招呼，别来无恙啊，有没有兴趣再来做我的手下？我不会亏待你的。陈宫却不为所动，还摆着一张臭脸对曹操说，要杀要剐随便你，我呀是不会投降于你的，你何必要跟我套近乎呢？曹操有点尴尬，他说道，你要是死了，你的家人怎么办呢？这句话戳中了陈宫的软肋，他的态度再也硬不起来了，脸色也没有那么难看了。陈宫说，我听说人君是不会伤害别人的家人的，我的家人是否能够活下来，关键在于你。曹操沉默了良久，最后答应道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家人的，你就放心去吧。随后曹操一个手势，手下就将陈宫押去斩首了，一代谋士就此谢幕。陈宫的首级被挂在城头示众，曹操心中五味杂陈。
陈宫可以说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名士，曹操能够在兖州立足，陈宫功不可没，这为曹操以后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但是两人因为理念不合，导致陈宫与曹操反目成仇，不惜背上叛主之名，投靠到吕布部下，还让曹操差点失去根据地。陈宫最后被擒，他知道曹操的手下非常嫉恨自己，如果投降以后肯定不受他们待见，还会背上反复无常的骂名，因此他宁愿死都不愿意投降。而曹操呢，供养陈宫的家人也是有原因的。曹操和陈宫是旧相识，陈宫毕竟也为曹操的事业贡献了力量，所以曹操念在情分上善待他的家人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曹操这样做可以获得很好的声誉，然后招揽更多的人来合作。